大家好，天堂今年版吃瓜看戲不止台服有啊，韓服也有。這個是在韓服發生的事情，故事發生在3月23號的韓服，地點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丁地間5樓。當時有5個互相不認識的路人組成了野團，大家的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練等跟打寶嘛。在出發前呢，這群人就特別約定好了，如果打到房卷以下價值的雜物，像是藤甲、巫術魔法杖啊、青銅盔甲這些東西，誰撿到就是誰的，不用評分。但如果高出於房卷價值的物品，那大家就必須回村賣掉平分收益。結果就是這麼巧，他們打倒一隻食人妖精的時候，地面突然出現了一本魔法書《烈炎術》。這本書的價值，不管是在台服還是韓服啊，目前都不算太低。因為隊伍開啟了自動分配模式，這本《烈炎術》好死不死就直接被一位叫做純純的玩家給吸走了。就在這個時候，隊伍的氣氛變得特別的微妙。這個純純呢，等級還不到30級，所以他沒辦法用公屏喊話。這時候隊友們很熱心啊，幫他在公屏喊話賣烈炎術。純純當時也表現得非常客氣，跟大家說：“你們繼續練，我回村等買家賣掉的時候，一定會回來分錢，繼續團練。”後來買家出現了之後呢，成交價是以200萬金幣外加一把加6力杖。結果戲劇性的發展來了，交易一完成，這位純純呢，就像人間蒸發一樣，直接登出遊戲。隊友們從期待變成憤怒。更絕的是，後來純纯再次上線後啊，隊友密他要平分收益，他竟然直接裝死，甚至反過來嘲諷隊友，各種不認賬。這件事情呢，受害者也發布在社群平台上面，甚至像恩熙大哥，對，沒錯，你聽的沒錯，就是恩熙大哥，直接到客服中心申訴，指控這個玩家詐騙的行為。然後這件事呢，也在社群發酵了，有2派的網友出現。一派是認為呢，你既然選擇自動分配，那系統給誰了，那就是誰的。天堂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口頭的協議在遊戲中也沒有任何的約束力，而且恩熙大哥並沒有任何理由去協助玩家處理這種大家口頭協議的遊戲行為。如果恩熙大哥插手介入這種行為，那包場包王這種惡意破壞遊戲體驗的玩家，不就也要一起受到懲罰才對嗎？而且也認為組野團這種案例很普遍，非常容易遇到，所以恩熙大哥是不可能幫大家去處理這件事情的。不過另外一派的玩家呢，就認為這個就是明目張膽的詐騙。如果遊戲環境容許這樣子的行為，那以後還有誰敢組野團？所以他們很支持受害者到客服中心進行申訴。說完韓服的事情呢，我們再回頭看看台服。最近台服的連線品質也是非常的經典啊。這幾天不少伺服器都出現嚴重lag的情況，它也不是特別嚴重那種會直接卡死的lag，它就是會讓你一卡一卡、一頓一頓的，不是特別明顯，但就是會感覺到各種不舒服，甚至有直接斷線的情況。不說我還以為大家是回到20年前用 56K modem 撥接上網的時代啊。特別是帶寵物的玩家，或者是迷妹怪物的法師，大家都知道天堂經典版寵物機制是，如果你斷線了，寵物就會被系統幫你自動存起來。但問題來了，如果你寵物身上放了東西，比如說你嫌藤甲或者是青銅盔甲太重，放在寵物身上，想帶回村去賣，可是發生斷線的情況呢，這些放在寵物身上的物品就会直接消失。這幾天已經有不少玩家因為斷線消失一堆東西了。如果你現在還在帶寵物練等，誠心建議貴重物品千萬別放在寵物身上，否則恩熙大哥的馬鈴薯伺服器一發作，好運打到的物品就通通都不見了。最後提醒大家一下，3月30號呢，台灣時間的早上8點到9點半，買卡系統會進行維護。如果你有在使用買卡透過經典商城買物品的話呢，到時候請避開這個時段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組野團分寶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